一个铜板掰开两半花的老国公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日里一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出门只会勾栏听曲的败家子，竟是京城里所有商行的幕后老板。不仅垄断了南北盐铁贸易的半壁江山，手握京城90%以上的银钱流通脉络，更暗中掌控着遍布天下的情报网与车马行，就连皇室的兵工厂供应都有他的影子。只因你一个阴间牛马魂穿成大凤朝的国公之子，本以为可以凭国公的财力勾栏享乐，再娶上3妻4妾，享其人之福。融合记忆后才发现，堂堂国公府吃的是清汤稀饭，想要实现男人的终极梦想，必须搞钱。爹，这有什么？不就是打了一架吗？你懂什么？林如海眼睛一瞪，这是郑国公的小儿子。郑国公世代镇守西南边境，他出了事，陛下为了安抚郑国公，一责怪起来雷霆之怒，我们林家能承受得起？我们也是国公啊，国公之间也是有不同分量的。你爹我没有实权，又过了10几代，早就在朝中没地位了。郑国公不一样，世代镇守西南，能和他们比？说完这些之后，林如海悠悠叹了口气。我已经派人送去了大理，登门赔罪过了，这一次想必对方不会计较。林晨在旁边坐下，伸手拿桌上的糕点，却被林如海拍了一下手，吃，就知道吃。林家都要被你败光了。这一次是总共600两银子，加上古玩字画，加上你这1个月长乐坊的打架赔偿，在酒楼的打架赔偿，你爹我已经花了快800两银子了。就算家里是金山银山，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，更何况家里也没什么产业了，钱也不多了。林如海好像苍老了好几岁，败家子啊，真是败家子。林晨满不在乎道，不就是钱吗？你要别的没有，但要钱我这却是轻而易举啊，区不到1000两，我给你赚回来就是。林如海差点气笑，赚回来？你拿什么赚？简单，爹，你先借我500两银子作为本钱。林如海愣了一下，然后愤怒道，逆子，你又要去赌坊？你这不是赚钱是送钱，去什么赌坊啊？爹，我是正经人。正经人谁去赌坊？爹，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处，可换来的却是不理解。18年了，我不装了，摊牌了。其实你儿子我是圣人。将士林如海本来咬牙切齿，忽然叹了口气，眼中满是疲惫。憨子，别废话了，爹，拿钱来吧，不出1个月，我将钱给你赚出来。滚，1分钱都没有。婴儿，将他给我关起来，罚他给我抄书。林晨睁大眼睛，爹，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，关起来。一旁的婴儿连忙就是来拉林晨，少爷别说了，要不然老爷真加法伺候。林晨被带回房间，满是郁闷。旁边的仆人婴儿道，少爷，您就安安心心待一段时间吧，这段时间老爷为了您可是跑前跑后，你不知道，在京师闹的事都传到朝堂去了，如果老爷不跑动，你可能就被抓起来了。婴儿见到林晨在出神，不由试探问道，少爷。下一刻，林晨一拍桌子，满是惊喜站起来，我想到了。婴儿一愣，少爷你想到什么了？我想到怎么赚钱了。婴儿，你告诉我，我家老头子有没有私房钱？婴儿睁大眼睛，啊，有没有小金库？婴儿头摇得像拨浪鼓，没有。那有没有古玩字画，能去当铺换钱的？婴儿犹豫了一下，摇头没有。林晨嘿嘿一笑，盯着婴儿，刚才你犹豫了一下，说明有件事过了你的脑子，赶紧你带我去，否则的话，婴儿，你也不想今天就被从林府赶出去吧？婴儿张开红唇，惊呆了。没有多久，林晨从一个房间出来，还拿着一个大包袱，里面装的是各种古玩字画。这玩意儿在古代和黄金一个水平，在世家大族里面很流通，是硬通货。林晨带着婴儿喊了一辆马车直奔当铺。进入当铺之后，林晨将这些东西全部典当。那掌柜的见到来人也见怪不怪了，哟，林公子来典当啊？这次林公子想要典当什么？林晨将包袱打开，全部。纵然是那掌柜，也被林晨的这些东西给吓了一跳。这么多？没错，开个价。那掌柜看着这些珍稀古玩字画，林少爷，这些可都是真品啊，您真要当，林老爷知道吗？他要是知道了，我还怎么当？掌柜他一脸无语，对方可是国公，到时候要是要回去，自己可就亏大了。不急，咱们签字画押，到时候我爹闹起来，你们也不怕。掌柜看向林晨，堆起笑容，林公子，您还真是孝顺。那您是要死当还是活当？活当就2个月吧，到时候我再将东西赎回来。好的，并没有多久，林晨就是拿着足1500两银票出了当铺，跟着的婴儿也不敢问，也不敢说，只是小心翼翼看着林晨。少爷，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然是赚钱了。林晨兴致勃勃，他首先选定的赚钱物就是蒸馏酒。大凤朝的科技树并不先进，这里的酒水纯度也就不怎么高，完全和蒸馏酒比不了。而大凤朝几乎就没有人不吃酒，武将需要喝酒，文人也需要喝酒，哪怕就是女人也会喝上2、3杯。青楼女子陪酒的时候，那也得会喝，所以从酒作为切入点，合适不过。而且林晨做蒸馏酒完全不怎么需要成本，他只需要在京市里将其余酒坊的酒收购过来，然后再通过蒸馏手段进行蒸馏就可以。没有蒸馏用的管子，完全可以用竹子代替。
竹子中间的关节打通后，是可以起到管子的作用。而现在需要先知道哪里的酒成本比较低，味道比较好，要选一个性价比最为合适的才行。再有就是在城中租下一个店铺，而这需要用到牙行。很快，林晨带着婴儿来到牙行。所谓牙行，就是古代的房产中介。不过牙行的业务会更为广泛一些，毕竟牙行也可以从事人口买卖，比如奴婢、仆人之类，也完全可以找牙行帮忙。再见到林晨上来，一个牙行的小二满脸笑容上前：“公子您是需要买宅子还是买仆人？本公子需要一个上好的店铺，开店位置要好。好的公子，我这就为您查一下。”那人当即开始翻阅，过了一会儿道：“东市白虎街有一个店面，要800两银子，位置极佳，就处于东市正中心。”林晨眼睛亮了，好，就这个。这人当即就是带着林晨前往东市的店面。来到东市，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叫卖之声不绝于耳。而林晨看中的店子有3层楼高，店面紧闭。这家店主人家里出了点事，打算离开京师回江南发展，所以店铺就准备出手。林晨眼睛发亮，好，就这个。话音刚落，旁边一道冷嘲热讽的声音响起：“哟，这位不是京城败类林晨吗？”林晨转头，只见一位富家公子哥摇着折扇，腰间挂着玉佩，在旁边冷嘲热讽。林晨眉头挑了一下，这刚出门就能遇到仇人。林晨看向婴儿，责备道：“婴儿今天怎么出门没看黄历，一出门就踩到狗屎？”魏征大怒：“林晨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”林晨哼了一声：“叫什么叫？不是你来脏了我的眼睛！再废话，信不信我揍你？”魏征气得牙根痒痒，可关键是他还真不敢动手，原因在于林晨的打架能力真的很强。林晨满是轻蔑，不敢说话了。不敢说话，你跳出来干什么？魏征，小爷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打你，赶紧滚，耽误了小爷做生意，小爷揍你！一个侯爵之子也敢蹦跶，小爷连国公之子都敢打。见到林晨往前一步，魏征不由后退了一步。你脑子不好，我不跟你吵，但林晨，你选择在这里做生意，我直接击垮你。魏征哼了一声，我家的商铺就在这里。他指了指对面。林晨看了一眼，只见对面商铺赫然是一个卖酒的商铺，相当于酒肆，正有很多人在喝酒。酒肆，林晨有着玩味，那感情巧了，我也是卖酒。魏征，别说我欺负你，你现在改行还来得及，要不然等我的店铺开业，你店铺马上就会失业。魏征哈哈大笑，你果然是脑子不好，我们韦家的酿酒那可算是京都都有名，老字号，你还会酿酒，笑死我了，你可别开业，将裤衩子都给赔了。魏征一边笑一边走，不行，这个事儿我得告诉其余人，真是好笑，京师憨子竟然要卖酒，可别将你祖上那点家业都给赔完了。婴儿在旁边有些担心，少爷，要不咱们改行吧？改行？改什么行？他嘚瑟什么？放心吧，过几天我要他哭都哭不出来。林晨信心满满，可是我们压根就不懂酿酒啊，谁说卖酒就一定需要懂酿酒了？婴儿一愣，不懂酿酒怎么卖酒啊？林晨一脸淡定对那牙行小二道，现在带我去看看城中有哪些地方卖酒。是。很快，小二就带着林晨在城中转了一圈，每一个酿酒的方式都去看，并且也都做了介绍。这个酿酒的原料是晋阳那边的稻谷，晋阳稻谷闻名天下，所以口感好，价格贵。城南那家酒坊主要原料是普通的麦子，口感一般，所以味道好。小二一一介绍，而林晨全部记下。与此同时，魏征也是前往，和其余狐朋狗友聚在一起。魏征怎么才来啊？魏征呵呵一笑，今天有些事耽搁了，不过遇到点好玩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京城败类竟然要开店酿酒，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不知道他爹还有多少钱可以赔。京城败类，林晨吗？嘿，他还酿酒啊，一看就是赔钱货，也不知道他爹倒了什么霉，摊上了这么一个败家子，就他还开店，我看啊，不出3月肯定倒闭。刘兄说笑了，这个败家子哪里需要3月，我看1月有余。众人哄笑，魏征也是乐道，等到时候这个败家子关门大吉，我请你们前去看看热闹。这败家子还扬言要击垮我的酒坊，真是笑死我了。而林晨在逛完之后，直接和小二牙行签了合同，在古代叫做画押，需要按手印签字。林晨虽然会写自己的字，但他的确是没怎么写过毛笔字，写的歪歪斜斜，很不好看。看着自己的名，林晨问道：“要不要重写？”小二乐道：“公子不用了，这才真实。”签完字后，林晨颇为高兴，从当铺得到的1000多两，还剩下个800多两，这些钱是足够的。大凤朝的物价，1000铜币是1两银子，普通人家一年到头下来，撑死也就赚个10几两。而皇都外的其余穷苦人家就更少了。一旁跟着的婴儿愁眉苦脸，林晨道：“婴儿，给本少爷笑一个，哭丧着脸干什么？少爷就要赚大钱了。”婴儿叹了口气：“少爷还是考虑一下，等下回去怎么面对老爷吧。有什么好面对的？老头子的心脏承受能力一日比一日好，身子骨还硬了，我这一波不会让他大出血的，放血得讲究个细水长流，不能竭泽而渔。”婴儿张了张嘴，又不知道说什么。林晨满是欢喜回到府邸，前面看守庭院的仆人一脸纳闷：“少爷不是在府吗？怎么从外面进来了？”而林晨回到府邸，当即就是召集下人。
然后让婴儿挑选出最为合适的人出来。很快，林晨眼前就站着10几个仆人。林晨负着双手，接下来，本少爷要你们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少爷尽管吩咐。你们分开，前去城中不同酒房买酒，记住要压价。买了酒之后，全部从后门运送到我院子里来。记住这件事不要被别人知晓。虽然林晨的命令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这些仆人自然还是纷纷应了下来。他们是下人，只要照着命令办事就行。随后，林晨又是让一个仆人拿着银子去采购主管，只要里面的关节打通就行，而且还要中间没有缺漏的。目前大凤朝的科技也是有铁管的，不过太贵了，不值当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林晨这才心满意足坐了下来，慢悠悠拿起丫鬟送过来的茶喝了一口。婴儿在一旁还是提心吊胆，少爷这一下子就花出去1500多两，这些钱要是没了，老爷肯定会气死。不会，我对老头子清楚着呢，他血条够长的，气不死。可就在这时，林如海急匆匆走了过来，脸上一脸怒容。逆子，我那些文玩字画呢？他身后还跟着管家，还有几个仆人。看样子林晨卖画这件事没遮掩住。林晨一脸淡然，爹，不就那些字画古董吗？反正闲置也是闲置，不如拿出去做一波投资。林如海快气炸了，逆子，你拿出去卖了，我要抽死你！卖了，我要抽死你！他气得将旁边的椅子拿起来要砸林晨。林晨连忙闪躲，爹，那不是卖，是典当，还能赎回来的。我只是需要周转用一下罢了，不需要1个月，我就能将这些钱全还给你。逆子林如海追着林晨跑，举着椅子，那些可是你爹的珍藏，还是大周朝时期的东西。你竟然敢拿出去典当，你当了多少？1800多两。逆子啊，这么多贵重的字画，你竟然只当了1000多两。败家子，败家子，钱呢？剩下的钱呢？立即将东西给我赎回来。婴儿站在一旁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这个时候，其余管家下人根本就插不上手。林晨一边跑一边回头道：花了呀。都说了投资需要购买地产吧，需要购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吧，需要购买原料吧，哪一样不要钱啊？现在估计还剩个100多两。爹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让人上酒楼给你买只烧鸡，你不是最爱吃鸡屁股吗？逆子！林如海气得不行，将椅子扔出去。幸好林晨躲得快，而扔完之后，林如海直接坐在地上，脸上满是悲哀。我林如海虽然算不得英明，但有祖宗硬币，倒也算过得不错。可怎么有你这么个儿子？败家子，败家子啊！婴儿在一旁鼓起勇气说道：少爷他在东市买了一个店面，然后又让人去收购酒水。这一次少爷是认真的。认真？他哪一次败家不认真？我倒是希望这个败家子不要这么认真，越认真败家的越快啊！林晨满不在乎，爹，你好歹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！我都是你儿子，难道你对自己的教育水平这么没自信？林如海一愣，然后气得咬牙切齿，想要站起来再揍林晨，可却也没了力气。败家子，败家子！林晨道：爹，听话，咱不哭，要哭也得站起来哭。婴儿连忙扯了扯林晨的衣袖，少爷，你少说2句吧。林如海叹了口气，又愤怒又心凉。林晨道：那这样吧，我保证接下来3个月不闯祸不败家，行不？林如海叹了口气，败家子啊，你要是能做到3个月不惹祸不闹事，这1000多两也算还有点价值了。我就怕你说话跟放屁一样。林晨嘴角直抽，爹，有你这么说儿子的吗？放心吧，你儿子不一样了。林如海不搭理林晨，转身走出了院子，似乎是失望透顶。婴儿在一旁也是着急。林晨道：不急，1个月不到，我就能扭转局面。与此同时，皇宫太极殿，当今的大凤朝，国号为天鼎，而天鼎皇帝此刻也是正在御书房批改奏折。吕敬，最近民间可有什么事？一旁司礼监的太监吕敬当即道：陛下，倒是没什么事，不过最近英国公的儿子又在惹是生非了。天鼎皇帝淡淡道：哦，京城败类嘛，惹是生非习以为常。之前不是还敢拦郑国公之子，被揍了一顿，也不知道英国公是怎么管教儿子的。这群二世祖真是什么也不会，朕还指望着他们成为大凤朝的栋梁呢，真是让朕失望。吕敬笑道：后代的事谁也说不好，陛下您猜这一次这个林晨他又做什么了？他竟然偷拿了府上的古玩字画去典当行卖了钱，然后要开店，还和唯一战之子魏征打赌。天鼎皇帝嗯了一声，朕有时候倒是羡慕这些二世祖，整天吃喝玩乐。沉默了一会，天鼎皇帝道：东山那边流民起义，江南又闹水患，还有倭寇，这一次草原蒙古部落还派人来叫嚣着要朕缴纳丝绸货币，否则的话就要劫掠边关。天鼎皇帝眼中有着寒意，朕登基还没几年呢，蒙古也以为朕是软柿子，想要找朕的麻烦。吕敬保持沉默，国事这种事，他一个太监不能插话，他能做的就只是陪伴着这位大奉天子，最可恨的还是没钱，边关的饷银都发不出来，朕必须得再问问户部，朕的钱呢？为什么收起来的税银一年比一年少？林府的仆人们动作很快，凌晨需要的那些东西很快就是买来了，一个个仆人将一坛坛酒搬了进来。凌晨还在指挥分门别类放好，
哪个酒坊买来的同一品种的酒，就全部放一起。凌晨又指挥着仆人将一个大锅摆进房间，下面拿来木柴，又用一个大盖子盖上，盖子中间接上竹子，竹子转弯衔接的地方用泥巴包裹，保证密封性。另外一端则是准备用来盛酒的容器，这个装置便是蒸馏装置，和初中高中化学实验用到的化学仪器类似，它的作用就是蒸馏，进一步将这些酒进行提纯，提高酒精度数。在中国古代，大概是到了元代才有蒸馏酒，在元代之前是没有蒸馏酒的，那些酒放现代的话寡淡无味。而在大凤朝，凌晨之前特意跟着牙行小二去酒坊转过，发现都没有蒸馏酒。凌晨指挥仆人将相同的酒倒进这些大锅里，然后开始烧。而蒸馏的原理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水的沸点是100度，而酒精在78.3度就会沸腾化为气体，只要将温度控制在这个范围，从而让酒精气化为液体，再顺着竹子制作的管道流到准备好的容器里，这样就能得到更进一步的酒精。当然，这需要人24小时看守，并且制作。本来凌晨还打算再将玻璃弄出来，大凤朝装酒用的还是很难看的酒坛，如果他能将现代的玻璃酒瓶制作出来，甚至还刻上自己的酒坊名字，从而打造自己的商标，这样一来更能走高端路线。可惜的是，凌晨手里的钱不够用了，这个想法暂时只能被搁置。他目前先酿成本最低的酒，等赚了钱，立刻开始蒸馏好酒，再配合酒瓶占领京市的高端市场。看着房间里摆满了大锅，足足5口大锅开始烧火蒸馏，凌晨伸了个懒腰，需要多蒸馏提纯几遍才行，明天应该就能弄完。等到了第2日，林如海唤来管家，那败家子今天有没有出去？老爷，少爷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捣鼓买来的酒，他让人买了竹子和一些大锅，我也看不懂。林如海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惹事就好。捣鼓这些就让他捣鼓吧，读书也读不见，让他进国子监也不肯。捣鼓这些也行，最起码以后我走了，不要饿死就行。他现在对凌晨的要求很低很低，而凌晨此刻又是在指挥着仆人进行第2次的蒸馏。他尝了一口提纯第1遍的酒，还是觉得有些淡，一直到下午，第3遍蒸馏酒出炉后，一股浓郁的酒香传了出来。凌晨闻到这股香味，不由精神一振，他尝了一口，眼睛亮了。好，这个酒好，吊打其余酒不成问题。其余仆人也是吸着鼻子咽了口唾沫，少爷酿的酒真的好香，这是怎么酿出来的？之前倒酒的时候，这些酒没这么香啊。将酒都装好，婴儿连忙上来，少爷立即带些人去店铺找人定制一块牌匾，就叫神仙醉。开业的所有东西都准备好。是。凌晨又喊来一个仆人，你拿着钱去买些糖，然后作为报酬分发给城中的小孩，告诉他们神仙酒坊3日后开业，到时候将会有神仙传授的酿酒法，酿的酒开卖千年难遇。那仆人一愣，少爷，神仙酿的酒，废什么话，让你去就去。这仆人立刻就是去了。凌晨倒是很淡定，这里是古代，又没有电视广告，只能这样打广告。而且古人迷信，对神仙之说那可是半信半疑，自己扯上神仙的名号，他们不信也会好奇，只要勾起好奇心就行了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凌晨又是去找林如海。一进门见到林如海坐在那里，凌晨就是道。林如海抬头一看，立即脸都垮了。好了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有话赶紧说，说了我也不会答应。凌晨满脸笑容，爹，你说的哪里话？我不是你儿子吗？怎么感觉你跟防贼一样防着我？你不厚道啊！林如海气得胡子一抖一抖，眼看他要发作。凌晨连忙道，爹，我这次找你要借账房先生。账房先生？你找我借账房干什么？简单啊，新店开业，没有掌柜，再招募一个短时间内招不到合适的，先让你的账房先生顶几天。林如海打量了一下凌晨，觉得有些诧异，你个憨子真要开店了？废话，钱都砸下去了，开工没有回头箭。林如海沉吟了一下，行，我将账房喊来，把他借你几天，只要你不惹事就成。记住了，在东市开店的话，不要惹事。皇都东市和西市，东市达官贵人更多，你如果在那里惹了事，你爹我这个国公身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凌晨满不在乎出去。林如海叹了口气，憨子啊憨子，你可不要再惹事了。与此同时，凌晨要求的皇都之中流传神仙酿酒法也是流传出来，许多孩童口口相传，传的皇都里是人人皆知。凌晨要求的牌匾也是被挂了上去，就叫神仙酿，叫神仙酿。这个消息很快就是传递出去。魏征听了之后不由嗤笑起来，城里谣传的那个神仙酿是那个凌晨弄出来的，笑死我了，还神仙酿，哗众取宠吧。一个朋友道，韦公子，他正好明日开业，不如我们明日一同前去，也好看看凌晨的神仙酿是否如同马酿。哈哈哈，好，我等一同前去，我此次定当要好好羞辱他。很快就到了开业这一天，凌晨带着婴儿还有账房仆人便是前往东市。一到东市人山人海，而在自己的神仙酿面前也有不少人。凌晨笑容满面，将手中折扇一打，婴儿，你看这些人像什么？婴儿一愣，少爷，像什么？像行走的钱袋子啊。
这白花花的钱马上就要归少爷我了。银儿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，恐怕这一次少爷要撞得头破血流了。凌晨满脸自信走了出来，来到门口让仆人他们准备开业。前面人群里有人问道：“敢问这位公子是这神仙酿的掌柜？”“正是。”凌晨笑道：“神仙授我酿酒之法，我必要分享给众人，让大家也尝尝这神仙酿。”此言刚落，魏征就是带着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放屁！其余人看向魏征，魏征似笑非笑。魏征似笑非笑。大家听我说，眼前这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国公之子，京城败类凌晨，就他还神仙传授酿酒之法。你们觉得一个整天吃喝玩乐的人会懂酿酒？恐怕大家付了钱，得到的却是马尿。此言一出，其余人都是脸上有着吃惊和迟疑。什么？他就是那个凌晨？天啊！听说之前不久他还和郑国公之子打了一架，没想到竟然开酒肆了。这种纨绔公子也懂酿酒？魏征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更是笑容满面，看向凌晨：“怎么样，林公子？恐怕你今天开业就要失业了，谁会来买你的酒？”旁边他的一个朋友也是笑道：“不错，我看林公子是输的没钱了。听说前些日子他还将他爹的古玩字画全给当掉，这才想要酿酒来坑蒙拐骗。”英儿急了：“你们说谁呢？”周围看热闹的也是多了起来。林晨倒是手中折扇一打，拦住婴儿：“婴儿，狗咬了你，难道你还要咬回去吗？对付狗，不要用咬的，要打，而且要打痛它。”凌晨说完，眼中有着凶光。魏征，本少爷今日开业，你就敢过来捣乱，血口喷人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本少爷这是神仙传授的酿酒之法。魏征见到凌晨的凶意，心中一缩，但想起这么多人，却是嗤笑。狗屁的神仙酿酒之法，这个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神仙传授一说，那只是你没遇到罢了。魏征，既然你敢血口喷人，那你敢和我打赌吗？行啊，赌什么？简单，就赌我这酒和你酒肆的酒到底谁的味道更好。魏征一听，不由哈哈大笑。凌晨，你确定？魏征眼神之中有着嘲弄，他家的酿酒可是老字号，10几年的手艺，在京师也没得说。凌晨想要和自己比，这岂不是找死？确定？你将你酒肆里的酒水取出来，我将我这店里的酒水取出来，让在场所有人都尝尝看，看下到底是你家的酒好喝，还是我这神仙传授的酿酒好喝。好，魏征信心满满。若是我赢了，魏征，别的我也不要，你和我打一场，输了的回去之后不许告状，就说是自己走路摔倒的。凌晨开始撸袖子，魏征眼皮一跳，他是想来恶心凌晨，但却不敢和凌晨打。谁都知道凌晨打起架来是个不要命的。旁边魏征的朋友却知道，韦公子不怕，这一次我们必赢。没错，他一个京师败类懂什么酒？没错，他一个京师败类懂什么酒？你家的酒我之前尝过，味道放眼整个京师，也是能排进前10的存在。魏征想了想，的确如此。若是这一次自己赢了，败家子肯定开业当天就倒闭，又要亏个几百两。想到这里，魏征心里很爽，当即道：“你要赌，那就赌，但是我赢了。凌晨，以后见到本公子，你得恭恭敬敬喊一声爹。”魏征那些朋友们起哄，而魏征自得意满地打开手中的折扇，周围围观的人也是窃窃私语，眼中有着震惊。这魏征和败家子杠上了，谁让林家的败家子位置好巧不巧，偏偏选在魏家酒肆的对面，不是抢生意吗？就算是不抢，林家败家子的酒估计也不好喝吧？哪里有什么神仙酿酒？凌晨嗤之一笑：“好，只要你能赢。”婴儿急了，小声在一旁道：“少爷，你这样又要闯祸了，到时候老爷要气死的。不怕，别人都蹬鼻子上脸了，我不得大嘴巴子抽他，区区一个侯爵之子罢了。今天我就要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”凌晨自信满满。很快，魏征就是招呼自家的下人去酒肆里去取酒，而凌晨的酒楼也是打开，让仆人将酒水送进去，又取了一坛酒出来。围观的百姓不由伸长着脖子，看着魏征下人手中端着的酒水，啪的一下，酒坛放在八仙桌上。魏征一只手附在身后，另外一只手打着折，满脸自信。凌晨，怎么比？简单，你在这些围观的百姓里挑选10个人，我也挑选10个人，让他们先后品尝你我2人的酒，然后让他们说谁的酒更好喝。魏征嗤笑：“行，我就怕你输了不认。放心，必然会认的。我这人愿赌服输，只要韦公子你等下挨揍的时候别哭爹喊娘就行。”魏征脸色一僵，有些恼火，他朝旁边仆人示意，仆人开始挑人，而凌晨随意道：“你，还有那几个，都过来。”旁边被点到的百姓眼中满是惊喜。要知道，韦府酒肆的售价，一壶酒就要足足100钱，半斤酒就要5两银子，寻常百姓哪里吃得起？而现在被选中就可以免费品尝一次。被选中的20个百姓站在这里，看向八仙桌上的2个酒坛，眼中有着期待。凌晨淡然道：“等下你们尝了之后，哪家的酒更好喝，只管说出来，不用担心本公子找你们麻烦，也不要担心对方找你们麻烦。”魏征自信无比：“没错，尽管说。”没错，尽管说。凌晨点头：“那就开始给他们倒酒。魏征，先倒你的。”魏征哈哈一笑：“凌晨，
先倒我的，怕是倒了我的之后，再喝你所谓的神仙酿，那就是寡淡无味了。旁边的几个朋友也是放声在笑。魏公子岂止是寡淡无味，这一对比，简直就是琼浆玉液与马尿对比啊！凌晨睥睨看着他们，很好，等下你们也别走了，我赢了之后连你们一起打。魏征的狐朋狗友顿时脸上一僵，开始吧。很快就有下人将为府酒肆的酒壶盖打开，然后将里面的酒水开始倒出来。随着酒水传出，阵阵芳香散出，传到周围人的鼻子里。那些准备喝酒的被选中百姓都是不由咽了口唾，眼睛直勾勾看着碗里的酒。没被选中的也是耸动着鼻子，眼中满是艳羡。好香啊，这酒味道真好闻。魏征听着身边百姓的议论，不由得意道：诸位，这可是本府的长日酿，芳香袭人，味道醇厚，酒劲绵长，乃是镇店之宝。此言一出，那些百姓眼睛都直了。灵儿在一旁有些着急，账房先生也是有些冷汗都出来。这长日酿的大名他也是听过的，京师10大美酒之一他也是听过的，京师10大美酒之一。很快那20人都是捧着碗，当即将长日酿喝下。一人喝完之后只觉意犹未尽，甚至是忍不住开始舔碗。其余人喝完后也是脸上满是痛快。好酒，是啊，这酒真不错，又香又烈。见到这些人的反应，魏征更是志得意满，手中的折扇打开，开始装逼的看向凌晨。凌晨，该你了。婴儿和账房先生此刻都是很紧张，而凌晨淡定无比，给他们倒酒。几个仆人开始来到八仙桌旁，将凌晨的那个酒坛给直接打开。本来周围的普通百姓，甚至包括那20个百姓，都对凌晨这酒坛不感兴趣。可就在酒坛盖子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他们不由一愣，鼻子动了动，一股几乎是直冲天灵盖的酒味扑鼻传来。那20个百姓都愣住了，齐刷刷看向那个酒坛。好烈的酒，我的天，这酒闻起来味道如此之烈，比这长日酿还要烈。我之前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的酒啊，难道真是神仙酿？那20个百姓脸上有了变化。魏征脸色也变了，不对啊，这个败家子按照道理来说不会酿酒的，可这酒盖一打开，怎么味道会如此猛烈？蒸馏酒倒在碗里，凌晨淡淡道：这是我第一批用神仙酿酒之法酿出来，大家都先尝尝看。之法酿出来，大家都先尝尝看。凌晨发话，那20个百姓不再犹豫，纷纷就是端起碗，将里面的酒水一饮而尽。唉，一个百姓喝到一半，不由呛了起来，脸色通红，他捂着自己的脖子，一脸难受。围观的百姓睁大眼睛，不会这酒有毒吧？魏征等人也是看着他，过了半晌，他回过神，眼睛发亮，满脸通红。好辣，好烈，好酒。说完，他直接就是一口气将整个酒全给喝下。其余19人也差不多，在喝完之后都是脸色通红，但无一例外，眼睛都是亮了起来。如果说伪服酒肆的酒是芳香醇厚，那么这个神仙酿简直就是消烈爽快，更为过瘾。婴儿看着他们的变化，也是小声问道：公子，他们是不是很满意？凌晨一脸淡定：那当然，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，他们的酒度数连啤酒都比不上，我这个酒度数可以吊打他们。无论他酒再怎么香，度数上不来就是白搭。魏征觉得有点不妙，他从未见过如此情。之前在府上，他父亲宴请宾客的时候用的就是这酒，那些客人喝完酒再喝其余酒，根本就喝不尽，直言无味。可现在看来，反倒是自己的酒成了无味，这不可能。凌晨淡定道：好了，现在可以开始说了。一个个说，你们觉得谁家的酒更好喝？第一人道：韦公子的长日酿的确是好酒，芳香醇厚，可是这神仙酿直冲喉咙，那爽快感真的我从未体验过。我觉得这神仙酿更好喝。我也认为神仙酿更好喝，还想再来一口。我也选神仙酿，这种酒整个京市好像都只此一家，这恐怕真是神仙才能酿出来的酒，这种酒水让人回味。一个个百姓都选神仙酿，他们每说一个，魏征的脸色就煞白一分，到了最后只觉得不敢置信，这岂不是说这个败家子开设的神仙酿不仅不会倒，反而还会击垮自家的酒肆？疯了，这个世道怎么了？一个败家子怎么还会酿酒？难道真是神仙传授的酿酒法？否则凭他一个败家子怎么会酿出这么好的酒出来？而凌晨此刻抱着双手，看着面色大变的魏征：怎么样，你输了？凌晨满是兴奋，见到他开始揉拳头，魏征也是又惧又怕。你要干什么？林疯子揍你！凌晨满眼兴奋，直接如猛虎下山，就是冲了上去。其余百姓都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连忙后撤。魏征也是眼中有着恐惧。凌晨，你敢？我父是爵爷，侯爵而已，打的就是你，打的就是你！凌晨直接一拳打过去，揍在魏征的脸上，打得他连连后退。魏征吓坏了，这个二愣子，他真敢打！快帮我！魏征朝旁边的狐朋狗友喊道。凌晨看向那些人，谁来揍谁，已经说好的，我看谁敢来。此言一出，魏征的狐朋狗友压身不敢靠近，而魏征怎么可能又是凌晨的对手？凌晨这个京城败类的绰号可不是白叫的。凌晨将魏征打得抱头鼠窜，更是将他冲击到了外面大街上，一下将魏征放倒，然后骑在他头上疯狂开弓，左一拳右一拳，中间再来一拳。魏征哀嚎：起来，别打了别打了！凌晨嗤笑：
不远处魏征家里的酒肆下，人见到自家少爷在哀嚎，在被打，也是急了，连忙抄家伙上救出少爷。凌晨见到那些家丁赶朝这边冲，当即也是勃然大怒：你竟然不讲信用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凌晨对身后的仆人道：控制魏征。然后他一抄旁边的竹棍，就是冲了上去，直接开打，虎虎生风。凌晨身后的其余家丁也是傻眼了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也没有可以选择的了。上！所有家丁猛然呼喊一声，一瞬间，这东市白虎街变成了斗殴场所，周围的百姓都看呆了，不愧是京城败类啊，这打架本事真不是盖的。而凌晨将那些杂役打得嗷嗷叫，冷哼一声，一个杂役道：将我们家公子还回来，他还没履行承诺，没有被我揍一顿，不能还。魏征也是眼红，有着恐惧，我认输。凌晨转头一笑，分外好看。晚了，这一次你要赔偿本公子的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、名誉费，这传出去让京城百姓怎么看我？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周围百姓嘴角疯狂抽搐，有头有脸，大哥你别闹了，你这都快将魏征给打死了。凌晨对那群家丁道：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让他拿着800两银子来赎人，本公子最言而有信，800两，1分都不能少。那些家丁人都傻了，卧槽，就没见过这么彪悍的官二代。那群家丁连忙退了下去，而凌晨对身后家丁道：守在这里，轮流守，他们喜魏家要是不给钱，还来打砸抢，我就直接揍魏征。魏征快哭了，太彪悍了，太蛮不讲理了，这个家伙简直就是草原上来的贼子。而凌晨拍了拍手，这才向四周百姓拱手，让大家看笑话。英国公之子今日开设神仙醉，想要喝一口的都可以过来尝尝，今日优惠。那些百姓眼睛亮了，之前一些在场的百姓也是喝了神仙醉的，这酒真没法说。而凌晨得意拿起折扇，直接一打：婴儿，让人带着魏征，咱们打道回府，在府上等候韦爵爷来赎人。婴儿不敢怠慢，他也是连忙带着仆人就去。回到府上后，凌晨大摇大摆，一些仆人也不敢怠慢，连忙是去将消息禀告给了林如海。林如海正在喝茶呢，结果忽然之间下人来报：老爷，公子又在外面打架了。林如海皱眉：怎么今天又惹事了？打了谁啊？韦将军的儿子韦征，现在人都被扣押在外面，等着韦府来赎人。噗！林如海一口茶水喷了出来，他瞪大眼睛：逆子啊，他要气死我吗？这才刚开张就直接打起来了，我哪里有家底可以给他拜？林如海气得连忙去凌晨的院子，见到韦征被五花大绑，嘴里都是塞满了布条，凌晨却是悠哉坐在前面，笑盈盈看着韦征。韦征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病猫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京师不允许比我还牛逼的人存在。林如海抽着扫把就进来了。逆子，你将韦爵爷的儿子打了。凌晨见到林如海怒气冲冲，当即道：爹，不是那样子的，我是受害方。狗屁，你要是受害方，你还能将魏征绑在这里啊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到时候为父又会被参一本的？凌晨满不在意：不要紧，这件事我都安排好了，我都安排婴儿去通知那些小乞丐了，在京市里散播今天的事情，而且那么多百姓作证，我可以自证清白的。都是这个魏征，看我生意好，心生嫉妒，竟然想要来砸店，我能惯着他，所以你就将他给打了。对啊，不打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要给韦家一个教训，生意上的事情别想玩阴的。林如海气得发抖：逆子，他直接要打。凌晨哎了一声，直接就跑。爹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牵涉不到你。正在这时，外面有人来通报：老爷，韦侯爵前来登门。凌晨一乐：这不来了吗？他负着双手，等我去跟他谈判。林如海气得不行：来人，将他给我绑起来，不许让他出来。其余仆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敢动手，快点。那些仆人只能小心翼翼朝凌晨移动。凌晨不在乎道：我自己来吧，拿绳子来，自己绑。林如海哼了一声，这才到前院去迎接韦爵爷。来到前院，林如海当即就是陪笑：什么风将韦爵爷您给吹来？陪笑：什么风将韦爵爷您给吹来了？韦爵爷语气冷淡：林国公，你好歹也是一位国公，怎么教育儿子的？子不教，父之过，竟然还将我儿子打伤，还将人绑到了这里，你信不信我直接参你一本？林如海连忙陪笑：犬子顽劣，这其中必有误会啊！什么误会？速速将我儿子放出来，还有再奉上白银赔偿，否则我就直接告到陛下那里去。林如海一下就慌了，他连忙道：韦爵爷，有话好好说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韦爵爷，放你妈的屁！此言一出，林如海傻眼了，他气得怒火攻心。只见凌晨从外面走进来，一脸狂傲不羁。韦爵爷目光冷了下来：林国公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啊，京城败类，真是出名。凌晨打量了一下韦爵爷，直接一拍手，后面的仆人将魏征五花大绑在木头上推了过来。韦爵爷目光阴沉，凌晨道：不愧是韦爵爷之子，一副死狗样。林如海只感觉脑袋嗡嗡嗡的响：逆子，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好好好！韦爵爷气得连说3个好字：你们英国公府早就没落了，培养出这么一个儿子，行，那我就直接上奏弹劾，
这件事休想善了。林晨随意道：“行，你上奏我也上奏，你上奏我也上奏。京城百姓所见，明明是你这儿子挑衅我，还想砸了本公子的店，怎么只许他作威作福，不允许我反击？韦爵爷，您好大的官威啊！”林如海瘫坐在椅子上，完了呀，他甚至恨不得捂住自己的脸，看不下去。韦爵爷一拍桌子：“好胆！”林晨二话不说，直接一巴掌抽在魏征脸上。韦爵爷牙眦欲裂。林晨淡淡道：“再给我嚣张试试，你儿子在我手上。”韦征呜呜哭着，看向韦爵爷的目光满是哀求。韦爵爷好，咬牙切齿：“那就等着上奏吧。”林晨随意道：“请上奏了再说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真以为本公子怕你啊？一个小小的侯爵，看把你牛的！”林如海简直想死。韦爵爷起身：“我要将我儿子带走。”“那不行，钱呢？说好的800两呢？你将我儿子打成这样，还要800两？如果我打不赢，到时候受苦的就是我。他要动手，那就各凭本事，不给钱。来人，将韦征拖下去饿一个晚上再说。”韦征眼睛睁大，呜呜！韦爵爷额头青筋直冒。慢着，他深吸一口气：“好，这钱我给。”林晨眉开眼笑：“这就对嘛，愿赌服输。韦爵爷回去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儿子，莫要再冲撞了我，否则的话，本公子不客气。”韦爵爷冷笑，他让人去拿钱，自己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。林如海只感觉天都塌下来了，看向韦爵爷，只见韦爵爷冷着脸。林晨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让仆人拿来椅子，坐在门口。终于，韦爵爷的仆人来了，手中还有钱袋子。韦爵爷将钱袋子扔给林晨，林晨仔细检查，嘿，还有银票和碎银，不错不错。韦爵爷果然爽快。林晨转过头看向韦征：“你们还不将韦公子给放了，绑着他，这是成何体统？”那些仆人连忙松绑，而林晨一脸真诚：“韦公子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啊！感谢你爹的800两。”魏征眼中有着惊恐，如同小鹿一般，直接就是来到了韦爵爷身边。韦爵爷看了一眼林如海：“林国公，这件事我记下了。”他朝外面走，林晨在后面热情道：“欢迎再来啊，有空来坐坐。”林如海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气得站了起来：“逆子逆子啊！”林晨一脸无所谓：“爹，我是有深思熟虑的。”“什么深思熟虑？倒是对方要上奏了，上奏就上奏呗。这点官二代之间的鸡毛蒜皮又不会特别严重，而且这件事我是有理的。”说完之后，林晨才道：“之前你总是小心翼翼，受尽委屈，可结果呢？受尽委屈，可结果呢？京师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将你看扁，别的不说，就说另外一脉，动不动就登门来要钱，而你还不敢得罪，长此以往，如何是好？”林如海叹了口气儿啊，这京师的达官贵人太多了，掉下一块砖头，砸中的就是一位爵爷，你不谨慎一点，怎么能行？简单，让他们怕我就行。林如海只觉得林晨说不通，不想再聊了，他摆摆手，朝里屋走去。婴儿在一旁很担心：“少爷，老爷不会出事吧？”“不用担心，我爹的血条长着呢，现在只是低 buff， 等过几天就好了。”“婴儿。”他一脸懵逼。林晨哈哈一笑：“对了，婴儿，这段时间本公子要经营神仙罪，彻底打响名气，你去伺候我爹。还有，如果韦家弹劾了本公子，立刻告诉我，本公子要立刻弹劾回来。”“好的。”此刻的婴儿也是没有法子，他只是一个下人。林晨和魏征的斗殴，在这京师里就像是一枚石子扔到了池塘里，掀起了涟漪。可很快，这层微小的涟漪就被更多事情所覆盖。林晨猜的没错，此刻的任天鼎大凤皇帝陛下心情差到了极点，他气得将桌子上的奏折狠狠扫出去。这帮蛮子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真以为大凤这么好欺负，开口就是要大凤缴纳货币丝绸茶盐。嘿嘿，一年折算下来，足足超过100万两白银。任天鼎冰冷着脸，旁边司礼监的太监不敢说话，连忙是帮助小心剑气奏折。任天鼎揉了揉自己的额头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有人通报：“陛下，韦一战求见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他说他要弹劾荣英国公之子，此人无故殴打其儿子，必须要将他下狱。”任天鼎有些烦躁，这些狗屁官二代还拿这些事情来烦朕。太监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让韦一战进来吧。韦一战进来后，当即行礼：“陛下，还请您为犬子做主。”任天鼎意兴阑珊，直接斥责道：“韦爱卿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朝廷大事朕都处理不过来，你竟然还要朕帮着处理？”两个官二代之间的打架斗殴，韦一战顿时眼中有着惶恐之色。“行了，奏折给我瞧瞧。”任鼎天接过奏折一看，不由皱着眉头，这英国公管教儿子是越来越不利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又有一位臣子走了进来：“陛下，这是英国公发来的奏折。”任鼎天冷笑：“他还发奏折上来做什么？说是要弹劾韦一战。”韦将军此言一出，任鼎天脸色怪异，就连韦一战也是惊呆了。不是，林如海，你个狗日的，竟然还弹劾我！任天鼎思虑再三，拿上来看看。林如海的奏折被打开，结果上面的字让任天鼎脸色古怪，这压根就不是林如海写的，而是林晨写的。林如海在奏折上简明扼要说明了这件事的原因，
任天鼎皱了皱眉，他看向将奏折递上来的陈子，何爱卿，真有你的，这份奏折估计早就到你手里了吧？说收了英国公多少钱？那递交折子的陈子诚惶诚恐跪下，陛下，英国公担心他儿子，所以找到臣，百般委托，只说若是韦将军来了，便将这奏折交上去。他只有一个儿子。任天鼎冷笑，跳过朝廷的章程，直接将奏折交给朕，还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韦一战两人都不敢说话。韦一战，这一次罚俸半年，再有下次，削去你的爵位，官职下调，调往大同。韦一战只能道臣谢主隆恩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落了这么一个局面。至于英国公家里的京城败类，任天鼎手指敲了敲桌面，下一道圣旨让他滚去国子监，交给胡衍调教。朕还就真不信了，胡衍还调教不好。司礼监太监吕敬当即道：“是。”任天鼎这才道：“都滚出去！”都滚出去！韦一战等人连忙退出去，而任天鼎负着双手，又是深深叹了口气。与草原蛮子到底应该是战是和呢？林府，林如海还是惴惴不安。林晨若无其事在一旁吃香蕉。爹，我就说你胆子太小了，你看这都第二天了，不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雷声大雨点小，林如海训斥道：“你懂什么？还没过去呢。如果真有旨意来了，那就糟了。”林晨无所谓道：“放心吧，爹，我不是让你也找一下关系，写一封奏折上去吗？只要那个韦爵爷去面圣，就将奏折交出，到时候皇帝自然会各打50大板。他难道还要为了这件事杀人不成？”林晨吃完香蕉，直接从椅子上窜起：“行了，本公子要去看看酒肆了，本公子还打算做酒楼呢。”林如海道：“逆子，你只要不赔钱就万幸了。”林晨呵呵一笑：“爹，等这个月的账单出来，我直接吓死你。现在先卖个关子。”婴儿连忙跟上林晨，准备外出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一道声音顿时响起，圣旨道，有些尖锐，声音像公鸭嗓。一个太监身后跟着几个太监进来了。林如海差点一个哆嗦，从椅子上掉下来。他连忙急匆匆过来，见到站着的林晨，连忙拉他：“快跪下，这是圣旨！快跪下，这是圣旨！”林晨不情不愿跪下。圣旨里的话语云里雾里，林晨也不怎么愿意听，就最后一句听懂了。虽顽劣至极，却仍然还有救药。即日起，命其进入国子监，跟随胡衍学习。钦此。此言一出，林晨瞪大眼睛，指着自己：“婉儿呢？让我去国子监？我不爱读书啊！”林如海却是大喜，直接一按林晨的脑袋：“快谢恩！”林晨被强行谢恩。那太监皮笑肉不笑道：“英国公啊，你可真是有一个好儿子啊！陛下都为了你儿子亲自下旨，还调到国子监去了。”林如海喜出望外：“臣谢谢陛下，谢主隆恩。”他领了圣旨，林晨闷闷不乐。林如海塞给太监一些银子，太监很满意。要走之前，又是吩咐了几句：“林公公啊，咱家还是有些话跟你讲讲。这虽是小事儿，但可一不可二。要是多了，陛下也会生气的。这一次，陛下也就轻轻放过。”林如海陪笑：“放心，在下一定管教犬子。”等到太监走了后，林如海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而林晨一脸不爽：“什么意思？将我调国子监？本公子像是能读得进去书的人吗？”林如海道：“儿子，这一次算是运气好啊，而且你能进入国子监，跟随胡衍学习，那是好事。这一次你进去之后，必然不能闯祸了。”林晨郁闷至极：“爹，你就总是担心我闯祸。”林如海语重心长道：“儿子，你脾性过于冲动，这京师水又深，万一你哪天踢到铁板上，为父想保也保不住你啊！你这个年龄不懂低调做人，这很正常。但为父的话你一定要听啊，这是能保你身家性命的金玉良言。”婴儿也是道：“少爷，老爷说的是真的。”知道了。林晨撇撇嘴，他自然知道是真的，可他是穿越者，对人际往来那一套自然能拿捏得死死。唯一战的上奏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，只是可惜林如海过于谨慎了。说完之后，林如海很开心：“来，婴儿，送少爷去国子监，我再拿个500两银子出来，打点，直接送给胡衍大儒。”林晨瞪大眼睛：“好你个林如海，之前我要做生意，借个几百两银子没有，现在你竟然还能拿500两银子出来，还有多少钱？情况不一样啊！你那是败家啊！你要是被胡衍看中，那就是我林家祖坟冒青烟了。那我的酒楼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亲自去照看，并且培训家丁，管家也直接给你，保证酒楼安然无恙。好，那我去国子监吧。”林晨叹了口气。国子监在整个皇都的西北部，这连绵的青山又靠近一座孤灯寺，还是颇为热闹。林晨身后跟着婴儿，拿着手中的圣旨来到国子监，给看守大门的士兵展示了一下圣旨，这才进去。进入国子监后，只见到宫墙森森，每隔不远还有一些庭院上面挂了牌子，比如明学堂，还有率性堂、诚心堂、重治堂、修道堂等等。经过每一个堂的时候，林晨还能听到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。婴儿在后面喜滋滋的：“少爷，国子监里读书的大部分都是国公武将的儿子，老爷说你要是和他们搞好关系，对将来肯定有帮助的。老爷还说了，你也18了，再有2年就弱冠，
趁着这个年龄在国子监培养个好点的名声出来，也能找个好一些的姑娘，成家立业，开枝散叶，这样老爷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凌晨嘀咕，怎么跟地球的老一辈一模一样？高兴的婴儿听得有些模糊。少爷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去问问我们要去的明镜堂在哪里。婴儿向前，凌晨负着双手，说实话，他的外貌还是不错的，翩翩公子，但动手起来那真是彪悍。等到前方一个学堂下课，婴儿连忙上前攀问，请问虎眼祭酒的明镜堂在哪里？那剑生道，顺着这一条路一直往里面走就是明镜堂了，往里面走就是明镜堂了。谢谢。那剑生又是摇头，不用客气，你家公子进了明镜堂也不知是好是坏。他要离开的时候，凌晨顿时就拦了上来，一脸笑容，这位公子，你为何说是好是坏？婴儿见到对方为难，他是我家公子，他还是犹豫。凌晨直接掏出一张银票，这里是10两银票。那剑生这才道，虎眼是祭酒，他还教书，但他最为严格，落在他手中的学生怨声载道，动不动就体罚，背不出书来还会打手背。凌晨睁大眼睛，还体罚？那监生咽了口唾沫，没错，胡祭酒就是这样的，所以监生都怕他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对方古怪看着凌晨，胡祭酒是国子监的祭酒，这里他最大，他就是王法。您是哪一位？凌晨拱手道，英国公之子凌晨。对方顿时变了脸色，连忙快步走开。原来是京城败类。凌晨一愣，本公子都这么有名了，连钱都不要了。婴儿叹气，不是什么好名声。凌晨顺着道路来到了明镜堂，站在外面先朝里看了看，能够看到这明镜堂里有不过才8岁的小娃娃，也有10几岁的孩童，都是坐在桌子面前，上面摆着一本书，这么惨。凌晨咽了口唾沫，这一瞬就让他想起了3年高考。虽然说3年高中生活是充实的，但让他有得选，他绝对不会。回到高中4年，大学是枯燥且乏味的，他有得选，他绝对选大学。凌晨根本就不是一个坐得住的人，完了，这要受罪了。凌晨嘀嘀咕咕，虽然说一些古文经典他会一些，但会的只有课本上出现过的，其余的就不会了。更何况对方还是大儒，自己肯定顶不过。婴儿道，少爷你怎么不进去？我这在酝酿呢。随后凌晨这才进入明镜堂，敲了敲门，胡祭酒，好，我是凌晨。虎眼拿着一本书，50多岁的年龄，脸上的褶子似乎这么一抬，便是转回眼睛来，不紧不慢了一声，随后便是不搭理凌晨，继续开始念。嘿，这是给我下马威啊！我忍了。凌晨耐心等，教室里的一些孩童也是投来好奇的目光。过了一会儿，等到念完了，虎眼这才看向凌晨，进来吧。凌晨走进来，所学课程学了几何啊？四书五经可学了？未曾。那史书和诸子百家呢？未曾。那你学了什么？凌晨仔细想了想，斗地主、麻将，这些是什么？牌九。噗！教室里的学生哈哈大笑，但刚笑出声，那些孩子又是捂住了自己嘴巴。虎眼拿起教条，慢吞吞走到他们身边，手伸出来。那些孩子不敢抗拒，只能是伸出手来，被虎眼狠狠抽了一下。凌晨看得都疼，他们就不反抗。凌晨有些不理解，实际上凌晨还是对古代的教师地位理解太低了。天地君亲师，老师这个职业地位非常之高，就算是打你，你也得受着。等到打完那些学生，虎眼这才看向凌晨，朽木，废物，陛下怎么将你这种朽木送到我这里来的？凌晨瞬间来了脾气，不祭酒，我也不愿意来啊，要不你给陛下上一道奏折，将命令收回去。虎眼哼了一声，既然来了，我就会将你调教好。从今天起，你要学四书五经，我还会抽查你的功课。卧槽！凌晨瞪大眼睛，那不完犊子了吗？我的勾栏听曲生活，我的逍遥快意的富二代生活，又要陷入无穷无尽的看书折磨，还他妈是古文的那种。凌晨当即就道，胡祭酒，我就走一个过场，我这里不存在过场，你必须认真的学。那这样，胡祭酒，我对你教的东西不是很认可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要是你能回答出来，我就认真跟你学。虎眼哼了一声，本祭酒学贯古今，学富五车，如何不知道？你且问便是。凌晨想了想，请问当代琴师钟无期为什么不用这根手指弹琴？凌晨伸出了自己的中指。虎眼一愣，他皱着眉头，不知，因为这根手指是我的啊，哈哈哈。虎眼黑着脸，班上一些孩子想笑，可虎眼转过脸来，瞬间就不敢笑了。荒谬！若你所问是这些问题，本祭酒不能回答你。行，那我问个正经的，请问祭酒，早上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比起来，哪个太阳更远？为什么？虎眼直接就是愣住了。这四书五经里哪里讲过这个？凌晨又是接着问道，请问用沙子制作玻璃需要分几步？如何治理瘟疫？瘟疫治理的关键是什么？凌晨一股脑将之前看到的知识全抛了出来。虎眼被问懵了，这些东西他怎么知道？看到虎眼不说话，课堂里的学生也是惊呆了。这也行？凌晨得意道，不祭酒，你说不出来，那你教的我就不学了。虎眼怒道，荒谬，你这些有什么用？我这所教的可是圣人之学，能治天下。
我看你朽木不可雕，满嘴的荒谬言论，不可救药，不可救药！你给我站到后面去罚站！林晨撇撇嘴，直接站到了后面。胡衍还在愤怒说道：“此人就是陛下送来的最为差劲的榜样，你们万万不可学他，否则你要让你们父母为之蒙羞。我大奉一朝，圣人学说治天下，不要学歪了，知道吗？”面对着胡衍的强势，那些孩童畏畏缩缩。知道了。外面的婴儿见到这一幕，更是缩了缩头，不敢进来，眼中满是担心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爷还想要让少爷好好打点打点，可少爷一来就被骂了。凌晨站在课堂后面，此情此景让他感觉像是重新回到了高中。等到胡衍上完课，胡衍这才慢条斯理道：“明日我们接着讲《礼记》。”是。还有凌晨。凌晨精神奕凛，不记酒。从明天开始不许迟到，你错一个字，我直接抽你一次，记住了。一些孩童转头看向凌晨，凌晨沉声道：“记不住，记不住也得记。”胡衍提着自己的一个书袋直接走了。等到胡衍一走，课堂内凝重的氛围才算是一扫而空。唉，每次上胡祭酒的课，我感觉都像是在处刑。一个10几岁的孩童唉声叹气：“我此前想要生病不来，结果被我爹从床上抽起来了，回去被我爹抽，过来被胡祭酒抽。”凌晨走了过来：“各位为什么不反抗？反抗？你拿什么反抗？这可是胡祭酒啊，国子监都是他在管，祭酒差不多是校长这个级别。”凌晨道：“他这种体罚教学方式压根就不行，而且这样他念一句，你们念一句，这怎么能行？我有一计，能让这位胡祭酒出洋相。哎，你有什么法子？”一个10岁的小孩凑了过来。凌晨嘿嘿笑了起来：“法子很简单，但有一条，明日出了事，大家得和我一起扛，怎么样？”几个学生不说话了，倒是那9岁小孩大声嚷嚷：“我跟你一起扛。”好，你是哪一家的公子？我爹是荣国公。凌晨又是看向其余人。14岁的朱能问道：“和你扛没问题，但有什么后果？”“放心，最多就是一顿打，你怕不怕？”“那怕什么？”凌晨点头。“好，明天起，我们要让胡祭酒看看我们国公侯爵之子的怒火，将来我们就是国公，就是侯爵，还能让一个小小的祭酒给欺负，办他办他！”学堂内，其余的国公之子、侯爵之子兴高采烈。婴儿在外面等着，见到凌晨出来，连忙跟上。“少爷，今天是不是有点出师不利？”凌晨道：“放心吧，我让他凶不过明天，还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只有你家少爷欺负别人的份。”婴儿有些担心：“少爷，他是祭酒，你要怎么做？”凌晨没有回答，只是想到了什么事情，不由就是嘿嘿嘿嘿笑了起来。“我要他名誉扫地。”婴儿跟在凌晨身后，有些忐忑不安。前面的凌晨想到了什么：“婴儿，你不许告诉我爹，否则的话，少爷可要让你扮演女仆了。”婴儿大眼睛里有着一股清澈的愚蠢：“少爷，我本来就是女仆啊，你不懂。”回到家中，果不其然，婴儿就被林如海喊了过去：“婴儿，今天少爷在国子监表现的怎么样啊？没有闯祸吧？胡祭酒喜欢这兔崽子吗？”婴儿低头道：“老爷，少爷今天被罚站了。胡祭酒好像并不喜欢少爷。”林如海想了想，也对，就这兔崽子的德行，要让人喜欢确实比较难，随他去吧，只要胡祭酒压着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行了，下去吧，好好看着少爷，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。婴儿下去了。林如海舒服躺在椅子上，难得呀，这个闯祸精进了国子监，自己就轻松了。进国子监了，你还怎么闯祸？只是林如海不知道的是，凌晨又立刻出门了，直奔西市。西市贩卖的东西各种各样，而凌晨直接来到炮仗店。“这位公子，你要买炮仗？”凌晨点头。“你们店里威力最大，扔到水里能够炸开最大水花的炮仗给我拿来。”那店小二取来了一个炮仗。“公子，这个炮仗威力不错，声响大，也能按你的要求在水里炸开。”凌晨看着这个拳头大小的炮仗，又是露出嘿嘿的笑容。“好，就这个。”买完炮仗，凌晨有些期待起来。“胡祭酒啊，胡祭酒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”第二日，国子监上课还是比较早的，所以凌晨就要早早出门。来到明镜堂，胡衍已经是在等候了，其余学生也来了，随后开始上课。胡衍念一句，所有人跟着念一句，然后胡衍再解释意思。他还特意挑凌晨起来念，但凌晨此刻是打起精神，倒是没出什么错。等到上了一半，胡衍慢吞吞道：“凌晨，你倒是不错，认真学，不要丢你父亲的脸。”凌晨道：“胡祭酒说的是。”说完，胡祭酒让所有人下课休息一会儿，而他自己则是走出了明镜堂。前面叫做朱能的学生转过头：“凌晨，你的计划呢？”“一起走。”凌晨悄悄跟了出去，远远看着胡祭酒，见到胡衍进了茅房，开始出宫。凌晨嘿嘿一笑，蹑手蹑脚过去。见到四周无人，凌晨从怀中取出昨天买的炮仗，然后又是拿出火折子，直接将炮仗这么点燃。茅坑后面有一个盖子，凌晨将盖子掀开，瞬间将点燃的炮仗扔了进去，盖上盖子，离得远远的。凌晨在心中倒数，跟过来的朱能他们也是目瞪口呆。“凌晨，你竟然敢炸胡祭酒！”朱能他们惊呆了。“别瞎说，我这不是炸胡祭酒，我这是炸茅坑。”一个11岁的小孩咽了口唾沫，想要跑，
被林晨一把抓住衣领，别跑，见者有份，说好一起扛的，你怎么能偷偷溜？是不是兄弟？就在这时，轰的一声，好像是水中炮弹响起，然后水花四溅。朱能他们齐刷刷看向那个茅坑，而后一道凄厉的喊声响起：哪个天杀的，哪个天杀的！呜！朱能头皮发麻，他转头看向凌晨，凌晨一脸无辜，看我干什么？这和我又没什么关系，大家一起做的。朱能有些牙疼，早知道自己不跟过来了，自己才14岁啊，就要跟着凌晨背黑锅了。而凌晨准备溜了，你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等胡继久出来跟你们算账啊！其余学生吓坏了，准备溜。就在这时，茅坑里传来呼救声，茅坑里传来呼救声，救我，救我！呜！凌晨脸色一变，自己只是炸了茅坑，按道理胡继久最多被箭射到，但他求救还伴随着枪道的声音。他不会掉茅坑里去了吧？朱能几人也是惊疑不定。凌晨道：还愣着干什么？救人啊！众人冲到茅坑，打开门，一股恶臭传来，只见到虎眼胡继久正在茅坑里张着双手在挥舞，他身上满是黄色的恶臭污秽，一个学生忍不住直接在外面呕吐出来。朱能倒吸一口凉气，震惊看向凌晨：你看我做什么？赶紧救人！胡老师可是国子监祭酒。朱能犹豫了一下，怎么救？要不你下去？凌晨试探性问道。朱能毫不犹豫拒绝了这个建议，那去找一些竹竿吧，竹子也行，靠我们几个好像人少了，再喊一下。怎么喊？凌晨清了清嗓子：来人啊！虎眼胡继久掉茅坑了！来人啊！胡继久掉茅坑了！太极殿，任天鼎正在批阅奏折，他是一个勤快的皇帝。有一个太监小布上来，吕敬接过他手中的奏折，又是听着那小太监说了几句，顿时脸色也是变了，连忙挥手让对方退下。吕敬小心进来，任天鼎头都没抬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陛下，您得有个心理准备，草原蛮子发兵了。任天鼎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寒光。没有，不是草原的事，是国子监的事。任天鼎一愣，国子监能有什么事？又还没到明年科考，这能有什么事？吕敬一咬牙，胡言胡继久，他上书起骸骨。任天鼎更为不解，胡继久他不是好好的吗？担任国子监祭酒，朕也没亏待他，好端端的起骸骨干什么？吕敬低头胡继久，他落茅坑里了。什么？任天鼎似乎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。胡继久他出宫的时候，有人在后面投爆竹，他一时不察，就掉茅坑里去了。任天鼎脸色阴沉了下来，胡闹！哪个学子如此大胆？查出来了没有？吕敬小声道：查出来了，是明镜堂胡继久的学生，也是英国公林如海之子林晨。任天鼎错愕了片刻，他坐在那里，好像怀疑听错了。英国公之子林晨，是不是之前和镇国公之子干仗的？是不是之前和唯一战儿子打架的？是！胡闹！任天鼎气得一拍桌子：你立刻去让林如海进宫！立刻去让林如海进宫！朕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教儿子的，怎么教出这么一个玩意出来，竟然炸祭酒的茅坑，这是人能做出来的吗？吕敬内心也是哭笑不得，这位英国公的儿子可是太混不吝了，这种事儿也敢做啊！任天鼎很生气，还有去让林晨罚站，给朕站在那里。吕敬想起了什么，陛下，除了林晨外，明镜堂的其余学生也都参与了这件事。任天鼎呆住了，都有谁？有荣国公之子，有中山侯之子，有德正侯之子，有晋安侯之子。行了，任天鼎一个头两个大，真有他的，整个明镜堂的学生都拉下水了。吕敬不答话，朕到时候去劝劝胡爱卿，也不一定非要起骸骨，这件事也没什么人知道。吕敬低声道：陛下，当时林晨在茅坑外大呼来人啊，胡继久掉茅坑了，许多人都听见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恐怕整个国子监都知道了，这或许才是胡继久起骸骨的主要原因。任天鼎被干沉默了，丢人啊，丢人啊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英国公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？他冷声道：先将林如海给朕唤来。是。英国公府，林如海悠哉坐在藤椅上，只感觉舒服极了，难得的清闲日子。自从那个逆子进了国子监后，我这好日子就来了。旁边的仆人笑道：老爷，少爷一定会出息的。林如海闭着眼，我也不指望他出息，我只指望他不要惹出乱子来。仆人道：少爷都进国子监了，惹不出什么乱子来。林如海脸上出现笑容，还是陛下聪明，将他调入国子监。正在这时，外面急匆匆进来了太监。林国公林如海起身，连忙迎接。请问这位公公，这是？那太监拿出令牌，赶紧吧，陛下让你进宫面圣。正文开始。公公，陛下说没说是什么事？这倒是没说，但比较急。难道是我要被重用了？林如海眼中有着喜色。好，请公公稍等。很快，林如海就进宫，在一处亭台旁边见到了任天鼎。臣林如海参见陛下。任天鼎冷着脸：林如海啊，林如海，你能告诉朕你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吗？林如海一脸懵逼：陛下，臣的逆子又闯祸了。任天鼎冷笑：岂止是闯祸，他直接趁胡继久出宫的时候将茅坑给炸了。林如海一想到那个画面就打了个寒战，画面太美不敢想啊！在愤海里蝶泳，他连忙跪下来：陛下，
臣有罪。任天鼎怒道：“今天就敢炸胡继久的茅坑，明天他是不是敢造反？”陛下，犬子只是顽劣了一些，他必然不敢的。林如海吓得瑟瑟发抖。任天鼎哼了一声：“朕本不应该管这些事，可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林如海，朕不希望这种事再发生第二次。是，起来吧。”林如海背后全是汗，他此刻已经是心里在狂骂：逆子啊！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！等林如海走了，任天鼎负着双手，旁边的司礼监太监吕敬低声道：“陛下，英国公之子是不是要好好管教管教了？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纨绔至极，是该管教。”任天鼎沉思了一下：“朕去看看胡继久，顺便再组织一场考试。要是这些纨绔子弟答不出来，没什么长进，就下放到边防各地去磨练好了。”任天鼎到了国子监，进入胡衍房间，只发现胡衍坐在那里，神情萎靡，就连房间之中好像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恶臭。胡衍见到任天鼎，当即委屈无比：“陛下，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啊！臣教不了，臣就没见过这么顽劣的学生。”